一定是半夜梦游走错地方，睡错床了，没别的可能。魏一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解释一下。你做梦了？醒来应该就正常了。我长得像个傻子吗？嗯，继续睡吧，醒来就不像了。跑得还挺快啊。你说什么？那个，我不是要当今天早上的事情没发生过，是因为我现在必须得出门，我早上约采访，马上要迟到了。等我晚上回来再跟你说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先说说吧，早上什么情况？梦游嘛，梦游这行为我也没法控制，那之前不是说不会进我房间吗？所以这一次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这确实是我的问题，我保证下一次不会再有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挺害怕。我也不知道你会做到什么程度。万一有一天我醒过来，发现我的贞洁就已经被你无情的夺走了，你倒也不用这么觊觎。不是，我们能不能就事论事？是我不小心梦游的时候去了你房间，然后不小心在你的床上找了个位置睡了一觉。我绝对对你没有身体接触。你怎么知道？我醒得比你早，哦，反倒是你睡觉不太好。我要走的时候你还把我扯回去了。扯回去。然后呢？你倒是说完。反正就是你在不清醒的情况下对我有了身体接触，这一次就算抵消了。抵消？抵消什么？上一次梦游抱你，哦，是这么个抵消法。那这不还是我吃亏了吗？咱们俩谁对谁有想法，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。我真的要迟到了，晚上回来再说吧。
什么时候回？温一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解释一下。说实话，我还挺害怕的。我也不知道你会做到什么程度。万一有一天我醒过来，发现我的贞洁就已经被你无情的夺走。我今天还有点事，不会那么早回去。有什么事改天再聊。顾晨宇，怎么了，一凡姐？你不是想让我帮你一起挑礼物吗？现在还需要吗？什么？下班早吗？好，谢谢一凡姐。温一凡，做人要有点担当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尽量早点回去。学长还管这么多？你俩之间不就只是普通室友吗？我们有合作公约。说起来，我们要买礼物的这个学长跟桑岩学长是同班同学，他刚毕业就结了婚，这会儿连孩子都有了。一凡姐，你和桑岩学长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我记得你的母校好像是颐和大学吧？高中同学。高中同学，不是初恋什么的？不是。我听说桑岩学长在高中的时候，好像有个特别喜欢的女生，追了很久都没有追到，直到大学毕业还念念不忘呢。我不清楚。我就很好奇了，是什么样的人，能让桑岩学长这么优秀的人喜欢了这么久？毕业典礼聚餐上，还有人问桑岩学长说，是不是得不到的才总是最好的，所以才这么伤心难过？聚餐时候他说的话，你记起来了？对，我想起来了。他说：“你觉得我能是这么长情的人？”他怎么会说这个？不会吗？他那么骄傲的人，不会在外人面前轻易暴露自己弱点。看起来你还挺了解他的。可能是喝多了随意说的玩笑话吧。难道不能是喝多了，借着玩笑话把真心话说出来？雨凡姐，今天谢谢你了，要不再逛逛吧？或者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我请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桑岩学长还说过一句话。他说，如果他再遇到那个人的话，还是会对他好，但是心态肯定就不一样。所以桑岩学长现在对谁好啊，可要小心一点了，说不定他另有目的呢，比如对你。我？对啊，你没看过复仇剧吗？都是这么演，先假装靠近你，对你好。然后等你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时候，再狠狠地把你甩开，完成他的复仇。你不是说他那天晚上只说了一句话吗？我这么说的吗？我没什么印象了，可能我喝醉说错了吧。我们做这行的，平时开玩笑说八卦没关系，但是做新闻不可以是这个态度。谢谢你跟我说这些，但如果单论感情的话，我懂得不一定比你少。感情的事情我确实知道的不多，但是我认为，感情要看的是有没有用心，而不是经验多少。就跟初恋一样，很单纯，很美好，一心一意只想让对方开心，
简简单单的，不要求回报。东西买好了，我先回家了。拜拜，雨凡姐。还知道回来啊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在公共区域不能穿着暴露的吗？哦。我这不是已经认命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亲也亲过了，摸也摸过了。我现在穿不穿衣服还有什么区别吗？嗯？你喝酒了吗？嗯。那我长话短说，经过早上这个事情，我发现我这个人梦游可能没有什么方向感，用椅子抵着门没有什么用，以后可能要辛苦你睡觉的时候锁门。我以后尽快去医院。你脸红了？谨遵医嘱的。为什么脸红啊？太热了，最近很热，你没发现吗？哦。哎呀，我就是没有看过男生的裸体嘛。而且之前在合租之前不是说过了，已经约定好了。我说在公共区域你不能穿着暴露，然后你也答应了，你还说我想得美。我确实这么说，不过我今天心情好，乐意给你点甜头吃啊。那以后我来尽量避免这个情况，你也多多防备。每次的处理方式、说辞都一模一样，最终的结果呢？最后不还依旧照放。那你可以说你的要求，我来配合你。我呢就一个要求。在你找到真正解决这个事情的方式前，麻烦你，能不能跟别的男人保持点距离？能给我走远点。你不要一边在那边潇洒，一边在我这，让我成为那个能被你上下其手的小可怜。那我可怜你。谢谢他。可怜我？哎，雨凡姐，等一下。孟成宇碰我的时候反应那么大，我竟然不介意桑叶碰到我。能不能跟别的男人保持点距离？说这个干嘛？搞得我好像他。好像只有对他，对，只有对他不一样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我还喜欢他吗？我今天不能再梦游了，免得他睡不好。这些事怎么多了这些灯？怎么还多了这些防护？这些都是为我准备的吗？你怎么睡在这儿啊？不好意思，吓着你。我可能梦游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嘲笑我吗？还是说你想报仇啊？这样的话，咱俩不是扯关系？睡吧，把门锁好。难道是我想错了？今天就报这么点时间？你倒也不至于这么忌讳。就算我梦游是无法控制的，但以桑衍的性格，要是真觉得厌恶，应该也不会继续忍耐，估计早就搬走。但有没有可能？你看过复仇剧吗？都是这么演的。先假装靠近你，对你好，然后等你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时候，再狠狠地把你甩开，完成他的复仇。难道真的是因为我曾经伤害过他，现在用这种方式报复我？有必要这样目不转睛的欣赏我吗？有吗？你房间要一起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不用跟我客气啊。哦，真不用。嗯。不，在我心里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
再重新相遇。桑言，你睡了吗？没。你不用进来开门，我只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我想了想，我现在这样的情况，不太适合跟别人合租，所以我会尽快搬出去，找一个一居室自己一个人住，这样子也不会影响你了。我只是来跟你说一下我的决定。那你早点休息，记得锁好门。我不理解，你分租房子给桑言，你明明就是二房东，现在怎么你要出来找房子？应该桑言搬出去才对啊。他一次性交了好几个月的房租呢，我不能让他搬走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梦游，不想造成他的困扰。你梦游是一回事儿，那我们现在说的是先来后到啊。是你先住进去的，你为什么要搬走呢？请问这房子看的还满意吗？还可以。啊，哎，不行，你这个厨房跟卧室连在一块儿了，油烟味都飘进来，我怎么睡觉啊？还有，你这墙上都有裂缝，你这刷的漆也不好看。那个我回头找人重新刷一下就好了。我可是非常有诚意的啊，这房租又便宜，哎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先付个定金吧。这房很抢手啊，你犹豫啊就被别人给租了。你看看你这房子这么小，哎，而且对面还是建筑工地，发出的声音会让我精神衰弱的。你这按照原房租肯定不行啊，要不你便宜点。这可别难我了，这一带啊，没有哪间房能比这间便宜。不信去外面打听打听。这家不行，我看别地儿呗。啊不，我拿出我最大诚意，给你们中介费，打个大折扣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，可以。哎，不是，你的诚意我们收到了，但是我们再考虑一下，我们看别的地儿。谢谢啊。那哪不满意哎，跟我说。我们再看看，我们再看看。这房性价比真高，那商量商量呗。我们再看看嘛。你跟桑言报备了吗？报备什么？你们不是带朋友回家都得跟对方报备吗？没事儿。你还是确定一下吧，他万一突然回来，会不会？人家今天出差了，不会回家。早说。你家怎么多了那么多漂亮的小灯饰啊？还包了这个条。桑言弄的。啊，他是怕你梦游撞倒受伤，他对你很好啊。没有什么用，梦游的人对这些光都没有反应。你俩真没可能啊。算了，你肯定有你自己的理由。不过你这样搬出去真的会比较好吗？起码对他比较好吧。不过也是，你这样的话负罪感会越来越明显，而且你们现在天天都得见面。过去想忘记的事情也不是说忘就能忘的，说不定搬出去就是好的呢，这样也不用纠结过去的事情。洗澡去吧。好，我先洗澡去了。那你好好思考。哎呀，看个房怎么这么累？喂。温小姐。啊。我是中介小曹，方便讲电话吗？方便。
不晓得今天这套房您后来考虑的如何呀？我们再讨论一下。您可以明确的告诉我犹豫什么，我好找其他符合您需求的发给您。我也不知道我在犹豫什么。啊？那好吧，那您再想想。但如果确定要这间房的话，明天晚上之前一定要转定金给我，不然我就得让给另一组客人了。行，知道了。看什么呢？那怎么白了一块？林姐走了以后就一直空着，我还没有想好可以挂什么。这样，那我下回送个好看的画给你。都要搬了还送？哎，我刚洗澡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啊，你一定要搬家吗？就算你们没有日久生情，或者是旧情复燃，但他也没有嫌弃你啊。我觉得他应该很适应，说不定还很喜欢你梦游呢。我确实觉得他处处都在让着我，连家用都要多出。就像这块痕迹，这画挂久了肯定是有印子的，他一定还是念在过去的情分上。那刻在心底的痕迹，肯定是抹不掉的嘛。怎么觉得好像说的是我？所以啊，我今天跟中介杀价杀到红眼，就是怕你后悔，拖延一下。谢谢你。这房间多好啊，这么大，要是我肯定不搬。不像我，都几岁了，还跟弟弟还有俩侄女住在一块儿。那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搬吗？当然有啊，但是只要想到我妈，我就会打消这个念头。为什么？看啊，我妈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来，给家里老的小的准备早餐。忙完家里的事儿呢，她又要去忙着顾彩票行。等到回家能休息的时候，就已经是大半夜了。她这一辈子啊，都在为别人付出。我要是真搬走了，那这些活真就是她一个人的了。你没搬出去，阿姨应该很感动吧？她才不知道，她以为我就是为了省房租勉强住家里。我看你跟阿姨就是一个样，口是心非，一边埋怨一边为别人而活。那这谁不是呢？人活一辈子忙得团团转，我都是为了别人，讨别人开心。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人都急着要哄别人，却忘了对自己好呢？难道不应该要先好好爱？难道不是应该先好好爱自己？点点，点点，大部分的人呢是从小就有的，人长大了渐渐就会好。不过确实有一部分人呢，梦游是属于迟发性的，但是这部分的数据还不算足够。这段时间你的睡眠质量怎么样？工作很忙的时候，可能睡得会短一些。来，走。哎，你要尽可能的啊，保证你自己规律的运动，稳定的作息。你在睡眠不足的时候，或者是压力太大的时候啊，都有可能提高梦游的频率。
主要呢还是突如其来的压力。你最近是有很大的压力吗？没有，有，怎么没有啊？桑延，那哪算压力啊？你是自己居住吗？我现在有室友。总之呀，有室友还是好的。万一你做出危险的举动呢，也能多双眼睛看着你。记得要饮食均衡，不要让自己太劳累了。你是跟桑延住一起之后，梦游才变得频繁的，不是吗？好像是，但也没有频率特别高吧。总共加起来5、6次。所以你是很在意桑延，压力很大。他没有给我压力。那难道是工作的压力？也不是。那既不是因为桑延，也不是因为工作，你这生活中不就这2件事吗？还有什么？你们这些人，一个都不想再见我。你看啊，这个老板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是你妈呀，我妈就可以不顾我的感受吗？我知道了。那既然找不到缘由的话，你就找一个舒压的办法。怎么舒压？谈恋爱。既然你不想跟桑延发展，那就去发掘一个新的男人。我不会。你没撩过人啊？那你长这张脸有什么用啊？简直就是暴殄天物。你就言语暧昧一点，然后他说话呢，你要接，但是你要表现出那种对他有意思，也不能太明显。那你给我举个例子。先随便聊天，等话题深入了之后，你就问他是什么星座的，再按照他的星座，你就说一点这个星座的优点。比如说啊，我就比较喜欢巨蟹座，我觉得他们善良。那这样会不会太明显了？不会吧？哎，我也不会，我也没撩过人。怎么了？我看到苏浩安爷爷了，我去打个招呼啊。行，那我先回电视台了。好，拜拜，帮我跟爷爷问好。好。爷爷，爷爷您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好。爷爷，您是来看医生的吗？看哪科呀？对呀，我看哪一科啊？爷爷，您没看完的话，要不我陪您嘛？好啊，可是我看哪一科呢？马叔呢？对呀，老马呢？老爷子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！哎呀，老马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哎呀，老爷子，我还想问你，你到哪去了？我不就停了一个车，就到门口去找你。这人不见了。哎，这医院太大了，难免爷爷会找不到路啊。没事的，我陪您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您了。没事，不用跟我客气。那我们现在去看医生啊。那再见了啊！再见，娇娇姑娘。吕医生，走。抱歉，实在是抱歉。我是刚刚才找到我家爷爷，他刚刚走丢了。下次最好让您的家属陪您一起来。我得和他们聊一下。老马，他就是我家人。我说的是您老婆和孙子。上次不是说家里还有他们吗？他们知道您现在的状况吗？知道。喂，苏浩安，你知道有多巧吗？我刚在医院碰到爷爷了。知道啊，马叔跟我说。你知道爷爷的身体状况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不是糖尿病患者吗？他看的是神经内科。爷爷，回来了。爷爷，
爷爷，爷爷，爷爷。苏先生的认知衰退速度加快了，目前已进入轻度痴呆阶段。那这个病能治吗？完全逆转病情那是不可能的，只要及时治疗和干预，还是能有效缓解病情发展。你们现在更应该考虑的是怎么配合老人积极治疗，怎么照顾好老人日后的生活。阿尔兹海默症挑战的不仅仅是患者，但是家属。原来早就有症状了，我在干嘛呀？你别自责了，医生不是都说了吗？前期只是轻微的健忘，我们年轻人也是整天忘东忘西的，所以真的很难察觉。而且每个人的病情都不一样，我跟爷爷见了那么多次，我也不敢相信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症。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我要准备什么？我毫无头绪。你放心吧，我有一个把我当亲孙女的奶奶，而且她是我的老客户。她呢照顾了她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伴有10几年了。我们去问问她注意事项。谢谢啊。那我现在就去跟爷爷说，我都知道了。你看情况吧。嗯。爷爷。爷爷，爷爷，今天谁在睡觉？哎，大叔，我爷爷呢？木头早晨突然死掉。你先别打扰爷爷吧。木头虽然是我捡回来的，但爷爷和他真真实实陪伴了16年。除了奶奶，木头应该也是爷爷的老伴儿吧？11假期大家都休息了，你业务还这么忙。你不是也要值班吗？那我们做新闻的11肯定有很多重大新闻啊。不过，我国庆之后可以休1周。那我也排休，我们一起玩呗。因为你好像我男朋友一样，不是吗？我喜欢男的。哦。哎，那你跟桑妍最近怎么样？我俩最近都很忙，在家见面的次数都变少了。搬家的事儿，也没机会聊。而且我觉得跟他说了很多次，他都没有放在心上。笑什么？他最近好像很忙很忙。听苏浩安说，桑妍一直为家里安排着相亲呢。相亲？都去了好几次了，也挺搞笑的啊。他这条件还相什么亲啊？也是，我猜啊，肯定是你没有旧情复燃的意思，他也着急找对象了。不知不觉又点了2人份，怎么办？你吃吗？我还以为你
你出差明天才回来呢？工作简单，忙完就回了。我点了外卖，点多了，要一起吃吗？我自己买的汤。不喝我的粥，还要我吃你的披萨。我煮了粥，妈妈吃点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吃麦片就好。你这么记仇呀？我以后会吃的。你就问他是什么星座的，然后再根据他的星座说一点这个星座的优点。我听说摩羯座的男生都特别温柔，特别有责任。梦游的水平呢？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就作息规律，压力不要太大。有室友的话，室友帮忙看着最好的。那这个意思就是没有不行了？医生的意思是说，没有室友的时候要格外注意。那你还要办吗？没有给你造成困扰的话，你自己想办吗？说实话，不太想办。这10号严家吗？哦，是的。我认他妈妈，她在吗？阿姨，快进。哎，阿姨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带可心来了。哦，你先坐吧，我收个衣服。阿姨，这也是你第一次来阿岩家吗？是。阿姨，我今天这样冒昧的拜访，阿岩会不会？没事。阿岩喜欢吃什么？一会儿我们带她去吃点好吃的。好。谢谢啊。阿姨你好。谢谢。那你们慢慢聊。阿姨喝点水吧。你喝吧。那可心，坐会儿啊。好。你在忙什么呀？热菜，阿姨。咱俩之前见过吗？我总觉得你那么面熟啊。见过的，在高中的时候。你们现在学业这么重，他早恋肯定会分心的。你真喜欢他呀？喜欢他就忍一忍，等上了大学再说。你就是跟阿姨早恋的那个小姑娘啊？
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早恋。哎呦，跟你说啊，阿言这小子从小就叛逆，那没少让我们操心。小学开始啊，成绩就一般般，那本来我们都放弃了，可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死命的学习，没想到你是他的新室友啊。哦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电影啊。阿言从大学毕业好几年都没处一个对象，哎呦，把我们给吓的，还以为他是受了我们不让他早恋的影响。你怎么都自己洗衣服的呀？妈啊，阿姨，那你们慢慢聊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好，好，好。那个小鬼搞的蜜，哥，你跟他合租还是个女生，你跟爸妈说了吗？你消失了那么久，我当然得问问清楚了。我前段时间不是出差去了？可心，哎，阿姨，你再坐会儿，我跟阿言说几句话。好，再坐会儿。我说你怎么回事？上次约人家于小姐，后来你就不见了，是她妈妈发现不对劲来找我，我才知道你俩一直就没联系啊。你跟妈妈说说呗，你看不上人家，是不是心里有别人？哎，是不是刚才看到那小姑娘？她是不是你女朋友？哎呀，她是不是你女朋友嘛？要是阿姨怎么突然那么激动？我费心帮你张罗相亲对象。目前还不是。那你是不是喜欢人家？臭小子，喜欢就去追。你是哪？桑燕也喜欢那个女生啊。哎，行了，我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。我不操心你，我操心谁呀？你真是的。听起来，桑燕似乎真的对那女生有意思。我们吃个饭呗。废话，赶紧的，快换个衣服啊！收拾一下。哎，这东西上糊了。啊？他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们住一起，要是失火可就糟了。哦，赶紧关，赶紧关。可心，一会儿我们出去吃饭去，想吃什么？都可以，阿姨。你看阿言喜欢吃什么？吃了吗？一起吃点。你还没吃饭吗？还没有。你不吃吗？你先吃，我洗个澡。我加热了一下，等下一起吃一点吧。你不是要先洗澡吗？饭菜当然要趁热吃了。不知道他约会的情况如何。我知道你现在可能还不太能接受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是你最适合的那个人。怎么了？不饿？还是你想问我约会顺利吗？不想。我是想说，你最近是不是
在公共区域穿的越来越过于暴露了。正常穿搭又无不良引导，怕自己把持不住。我还可以，就不能控制点啊？我知道，我这张脸长得容易让人犯罪，但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就不能有点定力？他说话你一定要接，也不能太明显，暧昧一点。真没有，我怕我会犯罪。完了，我说什么？这哪暧昧了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多注意一点就可以了。等会儿，嗯，说来听听，你怕你会犯什么罪？就是接你的话嘛。哦，你想侵犯我啊？嗯。赶就过来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就是不敢了。桑头牌果然很头牌，不过我为什么要赶？原来你是摩羯座的呀，土象星座。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摩羯座，他们性格都特别好，但是霸道的时候呢，又谁都不让。这种反差萌让摩羯座显得特别可爱。我还是很喜欢摩羯座的。而且摩羯座也特别喜欢交朋友。但是我刚好很闷。哎呦，洗手间好多人呢。我走了。啊，先生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请我们吃饭吗？菜也上了，单我也买了。可是你都还没吃呢。请吃饭也没说一定要吃。王英。哎呀，阿爷，阿爷。还没睡啊？啊。魏一凡，帮我拿一下冰箱的纸盒。那我先回去休息。一起吃。哦，
这是专门给我买的。随便买。谢谢。原来你还记得。我们拍张照吗？嗯。能不能你拿着它拍一张？我拿着。一起。许个愿。许个愿吧。许什么愿？说出来不就不灵了吗？那你不说，我怎么帮你实现？就关于工作的。好吧，我还以为你想让我当你对象。
喂，是的，我家木头死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啊。他老了，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了。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啊？我喜欢上一个人。那看来就是真没事了。你这还有闲心跟我扯你这个破事儿？这次不一样。哦。在了。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人？你和他在一起时时刻刻会担心，害怕他哪一天从我面前溜走的时候，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动真情了？我感觉在他面前，我有点怂，就什么话也说不出口。我就害怕说错一个字，他就再也不搭理我。宋航，你还有不敢追的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越是不敢，越要追，别拖着拖着，到时候真把人家姑娘给丢了。兄弟啊，我觉得我真的需要聊聊。明天晚上你来加班一趟行不行？最近我晚上都没空。晚上忙什么呀？再确认一件事情。确认啥？你说来听听啊。最近有个姑娘想泡我，所以我没时间应付别人的事，懂？说算了，反正我今天也没心情听你说你的八卦。我挂了。哎，要是有需要的话，随时可以找我。万一我有时间呢？知道了。挂了。这不是霜降的意思吗？大家好，我叫温以凡，我的兴趣爱好是跳舞，我的小名叫霜降，因为是我爸在我出生那一天刚好是霜降，所以给我起的小名。原来他一直记得。温霜降，干嘛？没事啊，原来你听得见。霜降，突然想谈恋爱了，跟桑颜谈恋爱。小小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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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点点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我憋了一晚上，好不容易等到12点才跟你说，怎么样？我是不是第一个？你明天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。你现在有空吗？现在？你明天是有事儿吗？怎么非得今天见？有个事儿，今天晚上要是想不明白，我怕我睡不着。
什么事儿啊？这么严重？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，然后也没什么经验。我想直接一点，但是我又怕他觉得我另有所图。有这话说的？你要谋害谁啊？不是。我想追桑岩。真的假的？亲，不是，你终于想通了，大追特追，我肯定支持你啊！真的，当然是真的啦。我们认识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要追谁。其实我还挺高兴你跟我说这些，虽然咱俩关系好，但是你心里的事从来都不跟我分享。对不起。哎呀，我就是感慨一下。哎，你快说，你追桑野有什么计划没有？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计划嘛，所以才想问问你。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。什么类型啊？我热情奔放，你不喜欢？是死缠烂打。他应该不喜欢太热烈的追求。你就不能太热烈，但你也不能太模糊。这太难了吧？但我觉得最大的难题还是我没有勇气。温一凡，我不准你那么说自己啊！谁说你没有勇气的？你从来不靠家里，也不会给我们这些朋友带来半点麻烦。你什么事儿都是自己解决的。在我看来，你是我认识的女孩里最勇敢的。就像这块披萨拉丝一样，它要是不拉丝，它肯定就不好吃了。你要时不时给它布一点丝。让他觉得你在关心他，他就会需要你，就像一张蜘蛛网一样，他就跑不掉了。然后你就等着他来告白，怎么样？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哎，反正不管你怎么决定，姐妹祝你必胜，一击必中。我想奋不顾身一次，不考虑任何事情，奔向那个人。我也想努力，成为那个热烈的一方。我想即使失败，也没有关系。我想至少尝试一次。我想追桑岩。灯还亮着，还没睡吧？早点睡。早点睡。那个，等你生日的时候，我也会给你回礼的。如果他同意，就算中途要搬走，也有理由再找他说话。哦。还有69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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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每天给我倒计时吗？
我怕我会忘记。哪儿来这么厚脸皮啊？能不能有点诚意？这事儿你就应该时时刻刻都记挂在心上，而不是让我每天都提醒你一次，懂？好，我会记住的。好，我会记住的。那我该不会以后也要记得你的生日吧1月2号摩羯座，我也过生日。小郭对你还挺好的，姐。坐月子还能帮你安排这些。哎呀，没办法，他就是说要帮我，要好好爱我，还给我买了4大金刚呢。对你好，对宝宝好就好。雨凡，你今天是喷香水了吗？这个味道还挺好闻的。是吗？我感觉你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，是谈恋爱了吗？没有。我最近在追人。什么？你追人？真是没想到，你也有主动出击的那一天。一凡，你要知道，你条件那么好，一定要多看看，别将就。没有将就，他也很好的，而且他长得很好。能有多好啊？好到能做3八招牌的水平。3八招牌？感觉怎么样？哎，对了，这个送你的。不用啦。哎呀，别客气了，小郭说的，给。那谢谢姐。别客气，既然对方这么牛，那你也不能输。忘记跟姐说了，这个人他是我室友，所以我们天天在家什么拉汤面都见过。你室友？那个，希望你也能像我这么快乐。我的妈呀！不行了，我得赶紧回月子中心了。这剧情发展的，我得消化消化。一凡，有你的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输他的。你一定要像他一样那么骄傲的爱着，知道吗？接下来的工作呢，就是小谷，你们2位要安排一下接下来调研工作。是这样的，曹总，这个节日活动的运营方案，策划给了一些意见，我们这边可能还要改进。今天晚会。但是在这方面呢，我们团队呢非常积极配合，希望曹总多给我们一些时间。对，方案呢我们做了有3个，但是这3个方案具体还是要去落地去实施，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。你要时不时给他递一点丝，让他觉得你在关心他，他就会需要你，就像一张蜘蛛网一样，他就跑不掉了。
这边是我们的策划组，那边是美术组，这边是程序组。哦。还有68年。他还会传些什么话给我吗？如果又睡着了，就收不到了。是，但是呢，你这个人太会浑水摸鱼。之前说过好几次的饭，到现在还没还。要是不提醒你，你估计会以同样的方式把自己说过的话当成空气。这亏的不还是我？你不是也要我天天提醒我？好吧，那你看看你想吃什么，我都会还你的。大家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游戏爱好者。我仅有的便宜早就被你占了。我们开发的梦幻哪有吃亏的余地？是一款西游题材的回合制角色扮演游戏，人人都玩，无处不在。我仅有的便宜早就被你占了，哪有吃亏的余地？难道他把我当成网上说的玉女了？我做什么了吗？你突然跑过来，抱住我，亲了我。这次不占我便宜。如果我在梦游的时候一直那么主动，他会不会对我失去新鲜感啊？哎呀，怎么办呀，点点，丢死人了！啊，你也觉得丢人啦？
生日快乐。